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是我你们的好朋友台湾耳男。那么今天呢，我们要来跟各位分享关于 Tyrese Haliburton 这个角色的玩法啦。那么在这边先跟大家道个歉，因为我自己在这段时间呢比较没有什么玩啊，原因是因为呢这个家伙啊。他最近不知道为什么变得超黏啊，只要一放下来就直接爆哭，所以像我今天也只能逼不得已带着他来录影了。那也因为这一季真的没有什么玩，所以我都把大部分的时间精力花在摸透这个 Tyrese Haliburton 这个角色身上。所以这一次也比较可惜，我没有什么人权或者是什么排行榜可以晒给大家看了。真的要晒的话，就只能用上一季的超巨星数跟上一季第36名的超巨单排积分。我相信这样讲起来，对于大部分的观众来说，应该都还是蛮有说服力的啦。那也因为我这个排行呢，大部分的场次都是单排的，所以我们今天主要讨论的内容都会以单排为主哦。那我相信这一季一开始大家应该都会觉得特别难打哦，原因是因为啊，现在最热门的2个新角都是1号位的定位，包括 Haliburton。包括克詹，那1号位就真的非常吃操作者本身的进攻经验跟木压能力。等一下我们会讲什么叫做木压能力哦。那今天我们主要的内容都会是针对 Haliburton 这个角色来做分享。那因为克詹，我觉得他的操作相对来说算是蛮简单的，所以我们就不特别出影片来跟大家说明。我们应该只会出老实说系列的影片了。好了，那今天要分享的内容呢非常的多哦，所以我们就直接来进正题。难开高热。爽就站起来啦！点进来看这部影片的你呢，如果你使用的装置是移动装置版本的，别忘了在下方帮我热推一下，让更多人都可以看到这部影片哦。好，首先如果你想要把这个角色玩明白呢，我推荐大家的是，你一定要泡在练习场里面一段时间呢，因为就连我之前有玩过 SGA 跟 Irving， 我也对这个角色的突破机制呢，会需要稍微去操练一下。因为一开始我说它是 Irving 加 SGA 的综合体，可是后来我发现它还有一点点加 Harden 的元素进去哦，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它怎么操作。好，首先如果你是在持球状态下呢，你如果按下突破键，它就会直接进入一个魔术运球的状态。那这个魔术运球总共会触发6次的自动运球，你可以透过拖动你的方向键来改变它运球的方向，比如说左边、右边、左边、右边、后面、左边，像这样子。那这过程中你都是不需要去按下任何突破键的，你只要一按下突破键呢，它就会直接变成爆发突破，就是一个比较长距离的突破。那么在爆发突破完了之后，它也可以再接一次多个方向的突破。当你了解它的突破机制之后，再来我们就要来讲到它的突破的最佳进攻时间点。那你可以看到，当我启用这个魔术运球的时候呢，我的这个干扰区会变成3个区块。那么随着对手的站位呢，它会启动一个叫做防守洞察的特性。那这个防守洞察的特性会在你的脚下去显示蓝色的箭头，指引你要往哪个方向去做突破。比方说，他现在站在我干扰区的靠左的地方，那么这个防守洞察就会是靠右。各位应该有看到蓝色的箭头靠右了，对不对？那当我这个时候呢，去使用爆发突破的时候，它就会变成是一个蓝色的光在身上。那这个蓝色的光呢，会对这个角色造成的影响，就是它的出手速度会变快，还有它的干扰区会变小。简单来说，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在魔术运球的过程当中去启用这个防守洞察，然后启用完了之后呢，再趁着身上有蓝光的时候呢，去做出手。好，那接下来问题就来了，如果你一次进攻里面，你只有办法启用这个短短的防守洞察一点点的时间，那么你要怎么去打掉一波进攻呢？所以我们就会需要大量的魔术运球。那么怎么样去做大量的魔术运球呢？就是无限 A。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说明怎么来做无限 A。好，现在各位，我们把魔术运球整个，不管你是运1次还是运6次，它都会视为是一段突破。那我们总共可以有3段突破。我们来看一下，第1段是这个魔术运球，然后第2段爆发突破，第3段变换突破。好，各位，我们就把这个突破拆解成3段，关键在于你要在第2段跟第3段之间来做一个拖拍。我们再看一次哦。好，这是第1段、第2段、第3段，你会发现第2段跟第3段之间，我是可以稍微延迟一下再做释放的。这一点就跟 SGA 是一样的。如果你都熟悉了1、2、3段，再来我们要加上第4段。那第4段呢，就是后撤投篮的拜佛。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像这样，第1段、第2段、第3段、第4段，然后在后撤的那一瞬间，你去按下突破键的话，它就会变成是拜佛。OK，
所以这样子1、2、3、4段突破，各位都可以理解了吗？那么当你熟悉了这个操作之后，接下来我们就是重复做一遍。但是各位要注意的是，整个循环当中，我们只能够拜佛1次而已哦。然后拜佛完之后，我们可以再做最后1次的变换突破。那记得最后这一个变换突破也是要拖拍的。好，所以各位我们来看一下，现在呢，不管我的魔术运球运了几次，只要我一拜佛完，然后再做一个变换突破，这时候各位就会直接发现我们的魔术运球就会直接重置了。好，所以各位注意看哦，当我们现在做完1、2、3、4段运球，然后再做一个变换突破，完了之后，我们的魔术运球就会变成刚好完全重置完成的状态。所以这样一来呢，我们就可以去做到无限 A 了。不管你是要往任何方向，只要你是做拖拍的变换突破，你就可以做到无限 A。OK， 所以我们整个循环就会像这样：1、2、3、4，拜佛，然后变换突破。好，这样我们就会进入一个 cycle。好，所以接下来就是这个动作重复的一直做，我们就可以疯狂炒菜了。好，这个无限 A 各位都会能够顺利操作之后，我建议大家呢多去习惯在各种环境下的无限 A。比方说，你先要从整个场地的最左边 A 回最右边。OK。然后接下来再从最右边 A 回最左边，然后再从左边 A 回最右边。OK， 好，就是这样子。一直疯狂的无限循环就对了。好，各位熟悉了这个操作之后呢，再来就是要趁着这中间的空档呢，去想办法让你身上集到这个蓝色的光。启用这个蓝色的光之后呢，缩圈，你的进攻就会好打非常多。好，然后再来呢，第二个技巧是你对于整个场地上距离的把控非常重要。比如说有些人他对于距离把控不熟悉的话，他就会像这样子直接拜佛，然后后撤到3分线后面一大步去哦。那这个其实有一点点像 Harden 的感觉哦。有一些人他在使用 Haliburton 的时候，会觉得说这个角色这么铁，原因其实很简单，就是因为他常常去使出这种距离3分线后面一大步或2大步的这种超远3分。你只要哪怕是投了1球超远3分，你接下来的1球甚至是2球都是有可能会空位放枪的，这一点要特别注意。所以当你熟悉了这个突破机制之后，你还要学习如何去把控，让你自己的站位会刚好站在3分线前面一点点，再做3分出手，这样子一来才比较不会这么铁。因为各位要了解，这个游戏它是有一个机制的，就是有些角色它会针对3分线会有磁力机制。什么叫磁力机制？我们用 DeRozan 来做示范。你看，像我现在，我整个人都已经跨离3分线一大步了，可是我在出手的时候，他整个人还是会粘回3分线上。那这个就是所谓的磁力机制了。或是像 Irving 也是一样，你看，我还是会重新粘回3分线上。那么 Haliburton 或者是 Harden 这2个角色，他就没有这样子的机制咯。所以你对于距离的把控就要更加的精准了。好，那我们刚才有讲到哦，这个角色他很容易在后撤的时候呢，直接撤到跨离3分线后面一大步。那要怎么样才能够避免这个状况呢？除了你本身自己在这个距离要把控好之外，最重要的是你要利用这一个在第一个爆发突破跟变换突破之间的小空档，来改变你的身位。比如说我现在人呢在比较靠近3分线的地方，然后我知道我等一下突破后撤一定会超出3分线，这个时候呢我就会利用我的爆发突破跟变换突破的空档来调整我的站位，让我等一下后撤的时候可以刚好贴在3分线上。这是第一个技巧。那第二个技巧呢，就是把我的出手尽量改在底角来进行，因为底角呢就算后撤，我最多了不起就撤到这个地方，并不会跨到3分线太远。所以这个也有点类似 Harden 的打法哦。所以如果我今天在这个位置后撤，它就会刚好在这个3分线上。所以这是解决容易投出超远3分的2个办法。所以像我有时候接到球，我就会尝试去打这个底角的突破，像这样子。而且啊，我觉得因为视角的关系，大部分的人可能比较不是那么熟悉踩这个底角的干扰。好，说到这边呢，你可能会想着要上场来练习看看了。但我推荐大家，你除了在练习场之外，还有一个地方非常适合你练习。我跟大家说，绝对不是11分，
哎呀，妹妹你先不要叫啦，绝对不是11分赛，不要去11分赛练脚，11分赛全都是智障，我真的没在跟你开玩笑。你只要进去11分赛，你绝对是拿不到球的，管你用什么角色，你不可能拿得到球，因为大家都想进11分赛来练角色。那么哪一个地方最适合你练脚呢？我跟大家说，王朝模式唯一选择。虽然是打电脑没有错，可是有的时候你也会遇到一些跟你一样要来手动练习的玩家哦。打输了不会有任何问题，不会遇到雷霸龙詹姆斯开拍喷你老妈。当你能够把这个操作练熟了之后呢，相信我，你就可以开始上场来打了。好，所以呢，当你在王朝模式，或者是呢跟你的朋友之间打一打练熟了之后呢，再来我们就要讲到几个关于 Haliburton 的心法。好，我们先讲第一种情况，就是你要单 A 的情况下哦。那单 A 的情况下呢，请各位切记，所有的出手，只要你的对位防守者没有被骗跳，所有的出手都是要用后撤来做结尾。为什么？因为后撤它的出手速度是最快的。如果今天呢你是用这种方式来出手的话，它会有一个把球抬起来顿一拍再出手的这个动作，这个基本上哦，10个人里面有8个人都踩得到你的干扰，我没在跟你开玩笑。这个角色你哪怕只要被踩到1次干扰，顶头1次，你的队友就会直接气愤你。所以呢，我建议大家的就是你在启用这个蓝光之后呢，去拉这个后撤，这个就是你最好也是唯一能够选择使用的出手方式。除非你的对手他在你后撤的时候被骗跳了，这个时候你才可以选择撤到旁边去用侧撤投篮。第二个就是绝对不要执着打3分。Haliburton 这个角色呢，我自己实测下来，我觉得他的3分真的算是蛮不稳定的。纵使你全部都贴在3分线前一步出手，他还是很有可能给你2进1哦。除非在整个比赛到最后30秒的时候，他才会比较准一点。所以在你的所有突破之间穿插一些2分，我觉得这一个可以让你的对手更难防守你。好，那再来这个角色就跟 SGA 一样呢，最怕什么？最怕你的对手不跳你。那当然呢，你的对手也不是都能够忍住不跳你的，很多时候呢，真的你那个动作就是看起来快要出手了，所以对方就会忍不住跳你。那个动作我们叫做拜佛。那拜佛呢，Haliburton 它可以在任何情况下使用拜佛。比方说，我现在呢做一个突破之后后撤，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做个拜佛。又或者是呢，我现在在做侧撤的时候拜佛也可以。又或者是呢，我可能近距离一点，我要做个小抛投，拜佛也是可以的。所以各种情况下，它都可以去使用这个拜佛。那么你要做的事情就像这样子，在任何情况下都使用这个拜佛来把你的对位防守者骗跳起来。尤其是有些时候你的进攻时间已经快要到了，这个时候对方就会非常想跳你，这时候你就可以无忧无虑的使用拜佛，对方大概呢都会被你骗跳起来哦。好，那么另外还要特别注意的是啊，Haliburton 他的2分也是会铁的。所以潜能呢，我推荐大家可以带这一套。那这套潜能呢，是我个人使用下来，我觉得相对稳定的一个潜能哦。那你说3分只有19够吗？我跟大家说，绝对够。我自己实测下来哦，你如果3分给他拼到25，我跟你讲，铁还是会铁给你看啦。当我今天Haliburton 3分是用19的话呢，不止我可以补足我原本容易放枪的中投，我的3分也可以刚好凑到160。那现在各位看到159，是因为我的伙伴还没有满哦。如果我的伙伴呢直接给他满到5的话，那就是刚好整数160。我觉得这个潜能是我使用起来呢相对舒服的一个潜能了。那为什么补中投对他来说这么重要呢？这个角色有一个很奇妙的地方是，你只要今天中投是没有任何潜能的状态下的话呢，你今天中投有可能第2球或是第3球就会给你放枪，但是你如果有稍微带一点中投的话呢，他至少会给你撑到第4、第5球才会放枪哦。虽然都是会放枪啦，但我觉得晚一点放枪总是比较好啦。那也因为 Haliburton 这个角色它本身的干扰值是偏低的，跟 Curry 还有 Irving 是差不多的，所以我也会推荐大家多少带一点干扰。好，再来我们要讲到大招的使用时机。那虽然大招呢通常大概在1分多钟的时候就能开，但是我推荐大家尽量在最后30秒开，因为最后30秒呢，如果你是有开徽章的话呢，它会启用这个永不延期的效果，所以这个时候你用大招是高几率可以顶头进的。那么各位也可以注意的是，我们大招的施展范围几乎各位可以看到直接是全场了哦。而且我实测下来，这个对于你整体的进球机制循环是不会有任何影响的。所以如果有的时候呢，你有3分大招，这个时候你可以请你的队友呢站在你面前，直接帮你挡拆，你直接距离3分后面一大步出手，这样子也是可以的。那各位要特别注意的是啊，这个3分大招它没有办法在这个后撤出手的时候使用哦。
你后撤就只能接后撤投篮，他没有办法直接接大招。后撤完之后，然后拜佛出去，这个时候你才能够接大招。那这个也可以在有的时候把人家骗起来的时候呢去做出手，那这个就是他大招的使用时机啦。那再来还有一招，我觉得非常容易被大家忘记，就是他的魔术拦截。我跟大家讲哦，这个魔术拦截，它拦截的几率超级高的，但是前提是你的反应要够快。这魔术拦截真的超好用哦！最后30秒，不要忘了你有这一招啊，这招超级好用的啊！所以记得最后30秒扣着加速，关键时刻给它直接开下去就对了，超级舒服啊！好，然后再来我们要讲一个，我觉得不管是玩 Irving 还有玩 Haliburton 或者是 SGA 最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绝对不要使用特定的连招来进攻。比如说你可能会看到网络上有一些影片，它会有一些连招的教学，然后下面会扣着一堆方向键教你要怎么操作。我必须得说，你只要学会这种无限 A 的基本套路操作之后，你怎么样戳那是随便你戳啊。重点在于你要了解这一整套基本的突破机制是怎么去做运作的，而不是去照抄人家的招式。如果你照抄人家的招式，也许你可以得个1次2次分，但是打久了基本上一定是打不了的。所以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是，你一定要把你的人机合一去适应这整个突破的机制。比如说你现在的脑子想着要往右突破，结果呢你突然在突破的时候，中间哪怕是断掉了魔术运球，又或者是你原本想往右，结果怎么会往左了呢？或者是这个魔术运球的 CD 怎么又开始读了呢？那代表就是你对这个角色的突破机制不够熟练。那怎么办？王朝模式多练啊！真的达到人脚合一的境界，你就不用再去看什么其他的连招了。你想怎么出招，想往哪突破，那些都是要你随时在当下的状态下去看对手的站位来做判定的。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目压能力。我没有办法很具体的告诉你说，我距离他身位是多少的时候，我才决策要做这个出手。我只有办法告诉你说，这都是长期玩1号位玩下来对于距离的把控所学习到的内容。所以不管你玩 Haliburton， 不管你玩 Irving， 不管你玩 SGA，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心法。好，再来我们就要讲到呢，有一个天康 Haliburton 的角色，那就是我们的 Kawhi Leonard。基本上哦，你只要是对位到雷纳德哦，那这一把基本没得打啊。你不敢突破完，你想要来 A， 你有没有看到他现在呢才过没几秒，这半条就满了。所以你要打得快，但是打得快呢，又不一定适合 Haliburton 的进攻方式。所以啊，通常你在选阵容的时候，我会建议你除了 Haliburton 之外呢，最好还要有第2个得分点，对他来说会是最好的进攻解答。因为 Haliburton 强就强在他的传导嘛。但是如果说你让他去单 A， 完全没有第2个得分点的话呢，那我跟大家讲哦，基本上他就是被雷纳德从头到尾超爆啊。那你说雷纳德会很容易被你骗跳吗？基本上雷纳德就是在拼超解的嘛，所以你说他会不会骗跳？我是觉得不太可能哦。所以记得遇到雷纳德闪远一点就对了，真的这角色天康 Haliburton 没办法。好，那当你学会了单 A 的 Haliburton 之后呢，挡拆基本就不用教了啦。比方说你的队友现在正在帮你挡拆，这个时候你就是利用无限 A 的机制，想办法去绕过你的队友，让你的对手呢会因为挡拆人的物理模组而造成延迟，这个时候再做出手就保险安全很多。那不管是以卡或者是挡拆，我觉得用起来都是相当舒服的。你看有没有像刚刚那样，只要哪怕是拖到一点点错位，Haliburton就有绝佳的出手机会。好，所以讲到这个地方呢，大家应该也可以比较明显的感受得出来，他跟 SGA 或者是 Irving 这些角色到底有什么差别了，对吧？我必须得说，我觉得这个角色他不是一个特别适合单排的角色，但我觉得也有可能是我的位阶目前还在钻石的关系哦。常常呢，我的队友接到球之后都不知道他要干嘛，我在哪？怎么球都到我手上了？常常会是这种情况哦。那再上去一点呢，我觉得应该就会改善蛮多。所以我觉得以单排来说 ，SGA 跟 Irving 的进攻火力其实都是大于 Haliburton。那 Haliburton 它最大的优势在哪呢？在于倒球。你可以看到他的每一个突破当中，都可以直接透过传球来打断。所以变成说你在突破的过程中，你可以随时去观察你的队友的站位，然后并且随时去做倒球。那这点 SGA 跟 Irving 就没办法做到了。所以像这样，有没有看到我们的每一个突破的过程都可以透过传球来直接打断？而且最重要的是，人家还是看不到你的传球路径的。我不得不说，这点真的超帅啊！总而言之啊，我觉得这个角色它整体而言是一个非常好玩的角色，但是它的技术吃重的成分呢，我觉得甚至比起 SGA 还要再更高一层哦。
尤其是他对于你的场上观察能力其实是更加要求的。那么以上就是我认为你可以怎么来适应并且练习 Haliburton 这个角色的方式了。那当然呢，我目前也还在修炼这个角色当中，所以如果你有任何的想法或者任何的招式，也欢迎各位可以在下方留言，大家一起教学相长，一起讨论哦。好了，我是唐宝南，那我们下部影片见，大家拜。